穿越称霸总文里，一个工具人男配达成了整个世界只有自己受伤的成就，奉献出的一切只是成就了男女主及女配之间的爱恨纠葛。悠扬的手机铃声将长生从愣神中惊醒。系统查看剧情。这是一个由霸总文衍生的小世界，原主李长生和女主舒然青梅竹马，原主自幼就对这个可爱的邻家妹妹十分照顾，长大之后更是对她情根深重，一直将她视为自己的女神。舒然也一度以为会和原主走到最后，直到她意外救下本书的男主厉景慎。厉景慎是景城厉家的大公子，也是厉氏集团的继承人，可是女主哪里会照顾重伤之人？于是原主这个工具人男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又是请医生帮忙包扎，又花钱请人帮忙照顾。至于女主，她就是在厉景慎口渴时帮忙倒杯水，在她难受时拉着她的手给她讲故事，让她分心以抵抗疼痛。可是事后，男主只将女主当作自己的救命恩人，并且还觉得女主一系列操作非常可爱。男女主之间也是情愫暗生，之后就是男女主在女配的怂恿下虐身虐心的情节，甚至在女配得了肾病需要换肾时，男主还找到女主请求她帮忙。巧的是，原主的肾却能够与女配宋书逸的肾匹配，圣母心泛滥的女主自然是求上了原主。长生哥，求求你帮帮景慎吧，你只是失去了一个肾而已，他可是要失去自己的爱情了呀。原主虽然恋爱脑，但也知道捐肾不是个小事，理所当然的拒绝。只是当天原主在下班的路上就出了严重车祸，送进医院没多久就脑死亡了。临死之前，女主终于答应做他的女朋友，于是他的肾救了女配，他的财产留给了女主。在原主死后，舒然突然醒悟了，开始专心打理原主留下的游戏公司。2年后，一款全新的全息游戏《天道》推出，小小的游戏公司名声大振。而男主发现女主不再缠着他后，事业反而干得红红火火，于是又开始追妻火葬场。这中间又有女配各种陷害女主，被男女主一起打脸的情节。直到过去好几年，游戏公司已经成了国内的游戏龙头，男女主才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女配宋书逸也意识到自己无法介入男女主感情，在向舒然道歉并取得原谅之后，几人还成了不错的朋友。最终故事大圆满结局。我勒个去，简直是离了个大谱，真就是只有原主受伤的世界。原主去世之前，游戏都已经完成的七七八八了，女主完全就是摘了桃子，而且她怎么就能心安理得的接受原主临死前的赠与的？就因为在人家临死前答应了做人女朋友吗？长生反正是不能理解，原主的愿望是什么？原主的愿望就是不做工具人，远离女主。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。喂，长生，你在忙什么？怎么不接我电话啊？能来我这里一下吗？我好像惹了一个大麻烦。话筒里传来舒然慌张的声音。长生抬头看了下日历，现在应该是女主捡到重伤的男主的时候，这是等着我去帮忙救命呢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请你冷静点，先别急。长生，你能不能现在过来一趟？我真的需要你帮忙。若是原主在，听到女神的哽咽，肯定马不停蹄地打过去。但长生不同。舒然，你能不能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？晚上11点多了，我在城西，开车到你那里都要40-50分钟呢。电话另一边的舒然显然没有想到长生会这么说，一下子呆住。过了一会才有抽抽噎噎的哭声从听筒传来，这是他对付原主的老招数。可长生不是原主，直接挂掉了电话，进了厨房开始给自己煮面。另一边的舒然完全懵了。长生竟然挂了我的电话，他怎么敢的？于是舒然赶紧继续拨了过去，一阵铃声之后变成无人接听了，随后像是轴上了，就坐在那里不停的拨号，一边拨号一边流泪。长生任由手机响个不停，直到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端上桌，他才又按了接听键。我还没吃晚饭，给自己煮了一碗面，有什么事你就直说。我救了一个人在家里，他受了重伤还晕着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舒然，你是傻子吗？你知道那人是谁吗？不认识的人你也敢往家里拉？连小红帽都知道不能给陌生人开门，你倒好，直接将人拉进家里。我就是看他可怜。可怜？舒然，你可怜他，你能做什么？你是医生吗？你是护士吗？你连人工呼吸都不会，你能怎么救人？小孩子都知道这种情况应该拨打110、120，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？他说不能报警，他肯定有自己的苦衷。长生，你不是认识医生吗？你联系一个医生朋友过来帮忙好不好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舒然，你动动自己脑子，仔细想想，什么样的人才会怕报警？杀人犯、通缉犯才会怕报警，因为只要被警察抓住，他们就会坐牢。长生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你能不能过来陪我？我好害怕。长生无语了，不过让他大半夜去忙活，不可能。于是直接挂了电话，并且将电话关机。这女主是怎么回事啊？就不能自己打个电话报警吗？非得折腾别人才行吗？没有你帮忙，女主没办法了。
长生吃完了面条，准备去睡觉。穿越称霸总文里，一个工具人男配达成了整个世界只有自己受伤的成就，奉献出的一切只是成就了男女主及女配之间的爱恨纠葛。现代世界的日子就是舒服啊！别舒服了，舒然已经来找你了，现在刚进电梯，他可是有你家钥匙的。卧槽，这女主是什么脑回路啊？就不能自己打个电话报警吗？非得折腾别人才行吗？来了。长生，你怎么不接我电话？先进来吧。说吧，是你自己报警，还是我帮你报警？报警。长生，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？长生直接拿出电话，飞快地报了警，三言两语就说明了情况，并且告知了女主家的地址。走吧，警察很快就会出发。你作为第一目击者，可能需要做一个笔录。哎，最终还是得跑一趟。长生万万没想到，舒然竟然宁愿打车跑半个城市来找自己，也不自己打个110。一路上，长生一边开车一边和系统聊天。这就是所谓的呆萌女主吗？这难道不是呆萌吗？反正原主就挺吃这一套的，嘿嘿。那可不，舒然的魅力对原主来说简直是灾难级的。说起来，原主还真是为男女主感情发展，又是送钱，又是送公司，最后还送了命。难怪原主死后都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，许愿要离女主远点。两人到舒然家里的时候，警察已经到了。长生略看一眼就知道男主的伤口很深，包扎的尤其不科学。这样的伤势竟然不去医院，长生也不知道该说女主心大，还是该说男主运气差。警察查看了一下情况，也是立刻联系了120。舒小姐，我们建议以后遇到这种情况，请第一时间报警并拨打120。这么重的伤，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包扎，要是拖个1-2天，很有可能造成伤者不治死亡，救人不成反而会惹上麻烦。我就是想帮帮他嘛，哪里知道会成这样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想要了解什么情况，直接问吧，他脑子不是很灵光。警察很是赞同地点了点头。做完笔录已经是2点多了，长生也懒得回家，直接去公司附近酒店开了个房间。次日一早，长生直接来到原生开办的游戏公司。剧情中，女主接手公司赚了大钱后，就买下了整栋写字楼。后来这边发展成城市新地标，写字楼的价值也是翻了10几倍。因为这件事，女主被《时代周刊》评为具有卓越战略眼光的女企业家。呵呵，现在我可不会把公司送人。女主想当卓越企业家，自己奋斗去吧。长生拥有原主的记忆，一个上午就对公司的情况了然于胸。原主的游戏公司运营的还真算不错，5年来推出了10几款手机小游戏，每个月仅仅是这些小游戏所带来的流水都好几个亿。如果不是开发全息游戏太过耗钱，他早就已经成为大富豪了。这期间也拉了不少投资，因为公司采用的是 AB 股权结构，所以控制权还是牢牢掌握在原主手里。在技术管理领域都算是精明的原主，竟然在感情上那样犯傻，果然是恋爱脑得治啊！长生打开已经完成的差不多的游戏引擎。系统，这个恋爱跟你比怎么样？呸呸呸，这种粗糙货哪能跟我比，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，好吧？那你觉得这个要怎么改进？那当然是要从……这时一个漂亮的女孩走了进来。苏韵，快过来坐。长生脑海中迅速翻出这个女孩的信息，她是公司的主要投资者之一。苏韵所在的苏家，在锦城也是排得上号的家族。目前，苏韵正在与其堂哥争夺苏氏的继承权，双方都想尽快干出些成绩，增加自己胜出的砝码。原剧情中，因为原主早死，苏韵不知什么原因卖掉了股份，并没有赶上游戏公司大火。不过她最后还是战胜了堂哥，接管了苏氏，还在原主父母家里困难时给予了一定的帮助，倒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诺，楼下姚记的鸡腿饭，知道你一忙，肯定就会忘记吃饭。哎呀，还是金主爸爸体恤下属，感谢金主爸爸请吃饭了。我可还指望着你这游戏给我挣钱呢，可不得把你照顾好。苏小姐，你这样的金主爸爸可真是太难得了，出钱出力还管饭。你要是这样，我觉得007都是福报了啊。工作是干不完的，你也要多注意休息。对了，你那个小青梅呢？没提醒你要按时吃饭吗？不像我，只会心疼哥哥。脑海中突然冒出系统的魔音，系统，你要死了！长生可不想跟舒然再扯上什么关系。他呀，忙得很，最近好像还谈对象了，哪里还顾得上别的事？哎，你小青梅谈对象，你不伤心吗？有什么好伤心的？我只是受叔叔阿姨的嘱托，帮忙照顾下她而已。现在有男朋友照顾了，我还乐得清闲呢。我看你要不去旅游几天散散心吧，闷在心里靠加班麻醉自己是不可取的。这都是哪跟哪啊？虽然说加班不能使我快乐，但还真不是用来麻醉自己的。长生岔开话题，开始给苏韵讲解自己的引擎优化计划。优化后的游戏引擎更加复杂、更真实、更智能。这是一款可以改变传统游戏认知的东西。
苏韵，我们正在开创一个游戏的新纪元。我们听到这2个字，苏韵的心抖了一下。过了好一会，她才神色复杂地看着对面青年。后续优化还需要钱吧？是的，不过我投了，你做好计划书，我去跟我爸商量，以公司名义投。苏韵自己已经没钱了，不过她相信眼前这个人以及他所描述的未来，愿意全力支持他。这样吧，苏小姐，你个人投入的部分，我可以给你置换 B 股，这样你在公司也会有更多的决策权。游戏公司的 A 股主要是面对普通投资者，拥有较少的投票权 ；B 股则主要是掌握在高管手里，其中大部分都在长生本人手里。当然也不止你一家，其他投资者也一样可以按比例置换 B 股。我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筹措到更多资金。听到可以置换 B 股，苏韵自然也不会拒绝。2人又仔细聊了一下细节。我感觉你比以前变了好多，莫不是你的小青梅谈对象了，受了刺激？呵呵，你就当我受了大刺激吧。那你可得注意身体，我先走了。我送你。穿越城霸总文里，一个工具人男配达成了整个世界只有自己受伤的成就，奉献出的一切只是成就了男女主及女配之间的爱恨纠葛。舒然将人送到医院之后，就感觉患得患失，好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一早起来，他就决定要去医院看看。等舒然赶到医院时，厉景慎已经醒了，2名警察正在向他了解受伤的原因以及具体情况。先生，您醒过来了。你是谁？厉先生，这位就是昨天晚上报警将您送到医院的舒小姐，当时她和她男。昨天是我和我表哥帮忙报警的，还有警官们帮忙打了120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舒然特别不想眼前的男人误会自己和长生的关系。听到警察的话，赶紧澄清。你好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当时都说了别报警，搞得现在这么麻烦，你想要什么？什么？舒小姐，厉少时说你救了他，需要什么报酬？厉少。舒然只感觉脑子嗡的一下，他这是救了厉家那位大少爷吗？这可是锦城姑娘最想嫁的钻石王老五呢。见舒然一直愣在那里，厉景慎掏出一张支票，这是200万的支票。你们聊，我们先走了，有进展我们再联系你。我送你们。哼，我救你根本不是为了报酬。哦，那你莫非是看上我了？厉大少爷，你以为你是人民币啊？人人都爱，我只是一时好心，看你可怜才救你，没想到你竟然侮辱我的人格。再见，不对，再也不见。苏小姐，这就走了吗？咋了，厉大少，给你的救命恩人气走了？他倒是有点特别。哎呀，厉大少，你这莫非是铁树要开花了？你去帮我查下这女人的信息。好。另一边的长生送走苏韵之后，就开始写计划书了。这是拉投资的关键，可马虎不得，一直忙到下午4点钟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。难道又来活了？喂，长生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去医院看他，他竟然拿支票侮辱我。我是那么势利的人吗？救他又不是为了报酬，我救他之前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。哦，那他给了你多少钱的支票？长生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，是他侮辱我的人格。那你现在知道他是谁了吗？厉家大少爷，就是之前被杂志评为锦城高岭之花那位。我昨天就觉得有些眼熟，只是没有想到他是厉家的大少爷。今天去了医院才知道他的身份。舒然，你救了他的命，收下谢礼也没什么，就当是人情往来，这涉及不到人格。你不要钱，莫非你看上他人了？你瞎说什么呢？人家可是厉家大少爷。行吧，反正你也在厉氏集团工作，以后也有机会见面的。我说了，我没有。这个臭长生又挂我电话，以后都不理你了。长生挂了电话，顺带将备注女神改成舒然，才松了一口气。还有原主公司和游戏引擎都是2人名字中的一个字，这哪里得行，必须改。于是，在周一的股东会议上，长生不仅提出了产品升级计划，还集思广益对公司名和产品名进行了讨论。李董，按照您说的升级计划，产品的推出岂不是要推迟？是的，张董，按照我们目前的能力，要完成迭代升级需要到后年。但是我相信，升级后的产品品质将获得指数级提升。我们的游戏不仅仅会成为国内爆款，甚至还能在世界游戏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接着，长生向众人讲解了产品发展路线。随着讲解的深入，在座股东们的呼吸却越来越沉重，以至于长生讲完了好一会儿，会议室都还是寂静无声。李董，你真是让人惊讶。所以我觉得推迟并不会影响本产品的价值，反而会为本产品赋能增值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当然，我们也考虑到一些董事需要回笼资金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按照市场价回购你们手中的股份。嘿，李董，是我着急了，这股份我可不卖，后年就等着它翻倍了。在座的都是生意人，哪能看不出这款游戏的价值？
另外，为了感谢这些年各位股东支持，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个 A 股转 B 股的计划。我愿意将手中的 B 股置换成你们手中的 A 股。李董，还有这好事？你是不是受了大刺激？我也是为了筹集更多资金。再说在座的各位都算是公司元老了，投票权给到各位，我也放心。长生说的话无比真诚，股东们立刻就被感动到了，心中生出一股原来如此的恍然。李董真是为了公司殚精竭虑啊！我们会继续增加投资的。随后，公司和产品名字的讨论也进行得很顺利，最终公司名字确定为创世，而游戏引擎则确定为盘古。长生对这两个名字十分满意，只要不再和女主扯上关系，他都高兴。既然已经决定推迟游戏，也得跟公众说一声。长生在自己的个人微博上发了一条游戏通知，立刻就引起了粉丝的热议。之后几天，帖子迅速火出了圈，不过都是负面消息。李总，网络上针对公司推迟游戏的事情出现很多节奏贴，说我们炒概念就知道玩文字游戏，要抵制创世。我们要不要请水军控评，稳一波节奏啊？不用，咱们直接起诉他们。什么？起诉？没错，起诉他们。网络可不是法外之地，若一造谣辱骂就该付出代价。李总，起诉成本高，而且最多也就让他们道个歉，拘留2天，不划算。况且起哄的人太多，咱法务部人手也不够啊。你别管，我自有考虑，让法务部联系我。长生一锤定音，不一会儿法务部负责人来电，长生直接让他安排人收集证据，立刻就开始走起诉流程。也别发律师函吓唬了，那玩意儿不顶用，直接起诉吧。对了，人数是不是不够？没关系，搜集好证据，1个月起诉一批，咱好好陪他们玩。穿越称霸总文里，一个工具人男配达成了整个世界只有自己受伤的成就，奉献出的一切只是成就了男女主及女配之间的爱恨纠葛。长生选择在舆论最高峰时候宣布了起诉网络喷子。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创世不会容忍抹黑。我们已经固定大量证据，接下来的时间一直到游戏面世前，我们法务部每个月都会挑选几名幸运喷子进行起诉。第一批的幸运喷子是喷人没输过，键盘都被我按烂了，你们也不用联系我道歉了，准备应诉吧。这条消息一发出，网络一下子就炸了。喂，伟哥，你被起诉了，赶紧起来！起诉？兄弟，别开玩笑了，哥哥我一不偷二不抢，谁起诉我？等我下午起来咱去吃烤鱼。伟哥，是真的，咱们昨天不是接单喷创世游戏吗？你被选中起诉了，微博上都贴出受理通知了。卧槽，刘东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伟哥我还骗你不成？人家说每个月要挑几个人起诉呢。听刘东这么说，张伟也急忙看了看微博，不就是网上骂一句人吗？咋还背上官司了呢？东子，怎么你没有被起诉啊？哥，你没看清吗？人家是随机抽的，说不定下一个就是兄弟了。伟哥，你快赶紧想想办法吧，要是被抓了可就麻烦了。张伟听到刘东的提醒，心中就是一紧，怎么办？请律师应诉吗？可是我根本没钱啊，要不干脆跑路吧。然而，张伟刚到火车站就被几名警察摁住，期间还引起很多人担忧。最后，警察不得不澄清，抓的不是要犯，就是之前游戏公司起诉的网络喷子。抓得好。网暴什么的最讨厌了，以为躲在屏幕后面就能无法无天，不就是网络上骂2句而已，又不少一块肉，这样把人抓进去背上案底，以后工作都不好找，是不是过分了？呵呵，圣母说的就是你，被网暴自杀的还少吗？这是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了热议。长生月扫一眼网络评论就知道那些专业水军喷子都已经偃旗息鼓了，还是得依靠国家力量啊，还有我的力量。对，没有咱们系统先生的帮忙，可没那么快找到那几人。打了胜仗，长生心情很不错。这段时间很多股东都追加了投资，公司产品的开发，长生只需要在关键节点再把控下就行。刚放下没多久的手机又响了起来，又是舒然。长生，我看到网上的视频了，你也是个老板，真的一个普通人干嘛？我看他衣服都破破烂烂的，还要被起诉，以后工作都不好找，多可怜啊！舒然，不是我要找他们麻烦，是他们违反了法律，所以法律要制裁他们。可是你衣食无忧，他们一看就是。所以我强我就活该被辱骂被攻击，他们弱他们就有理是不是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们创世。说到这，舒然好像突然想起来了。对了，长生，你之前不是说公司名字就取你我的最后一个字吗？怎么改名了？这是全体股东的决议。长生的回答很官方，说的也是实话，可舒然听在耳里却感觉很不对劲。以前的长生可不会用这个语气跟自己说话，也不会不跟自己商量就改了公司名字，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莫非长生有了心仪的女孩？这个想法一冒出来，舒然就觉得心里一痛。舒然，下午的会议，厉总让你去做记录。好的，刘秘书，我这就上去。舒然感觉自己被针对了，
明明是秘书办的活，却总是叫他去干。厉谨慎，没想到他竟然是那么小气的人，竟然在工作上使绊子，还算个领导吗？哼！因为心里不爽快，进入会议室的舒然脸上都还是气鼓鼓，看向上手坐着的男人的眼神也十分不善。厉谨慎却丝毫没有感觉到杀伤力，反而觉得这个女人的样子就像是生气要挠人的小猫咪一样，十分可爱。舒小姐，坐我旁边吧，你站那么远怎么能够听得清？这句话的结果是他又挨了舒然几记眼刀子，不过舒然也没有坚持，还是走到他旁边重重的坐了下来，显然还气着呢。各位，会议开始。慢慢的，舒然发现自己见到厉谨慎的机会多了起来，要不就是让他送文件，要么就是让他做会务，这让舒然烦不胜烦。这天，他又忍不住拨打了长生的电话抱怨：“长生，那个厉谨慎太烦人了，总是给我安排不属于我的工作。”那你要不辞职了吧？反正现在工作也好找。辞职？我工作干得好好的，凭什么就要辞职啊？呵呵，看来你并不介意被安排其他工作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的本职工作量应该已经减少很多吧？甚至现在的工作量还更轻松些。这怎么能混为一谈？我当然是更想要专注于自己的本职，而且这份工作待遇很好，我只是不想失去这份工作而已。行吧，你说的都对，没啥事就挂了吧，我也挺忙的。长生，你怎么变了？以前你不是这样和我说话的，你是不是看上别的女人了？舒然，你也知道我以前对你掏心掏肺是因为看上你了呀，你拒绝的态度那么明显了，我难道还得巴巴的贴上来找罪受吗？我又不是受虐狂。这一刻的舒然感觉心里空空的，好像是失去了什么东西。长生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极端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一直把你当做亲哥哥对待，就算不做情侣，我们也可以好好相处的。什么亲哥哥，分明是冤大头，我可不想花时间精力照顾一个没有血缘的亲妹妹。舒然，咱们思想观念差异很大，你以后还是不要再联系我了。电话那边，舒然似乎被长生的话吓到了，过了好半天才抽抽噎噎的说道：“那好，我们都先冷静一下。爱咋地咋地。”长生就希望男女主赶紧锁死，不要再祸及无辜了。之后的时间，长生继续忙于工作，同时也不忘记每个月起诉一波喷子。这天，长生正吃着晚饭呢，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男女主确定关系了。”这也没什么奇怪的，舒然就在厉氏工作，两人接触机会多得很。不过厉老爷子并不同意他们交往，最近男主正在反抗这个封建大家长呢。听到这话，长生乐了。现在正是厉氏集团争夺继承人的关键时刻，居然闹出了这事。你这个不孝子孙！舒逸是你父母在世时就相中的儿媳妇，也是我满意的孙媳妇，除了她，其他人我都不认。厉谨慎听到这话，只是红着眼睛盯着老爷子，默然不语。哎呀，老头子，谨慎年轻，只是一时冲动，你生那么大气干什么？都26了，还年纪小，他爹像他这年纪早就独当一面了。早逝的大儿子是老爷子一生的痛。爸，您还有我呢。厉老爷子被他们母子俩的贴心感动到了，脸色也柔和了很多。谨慎啊，给你爷爷道个歉，亲爷孙俩没有隔夜仇，你爷爷也是为了你好。厉谨慎见他这样子，只觉得一股血液直冲天灵盖。你杨素素是谁啊？以前不过是我厉家的保姆而已，要不是我奶奶去世了，你能当上厉家祖母吗？还有，我们厉家的事，轮不到你个外人说话。老爷子，混账东西！你杨奶奶是我的合法妻子，是你的长辈，你就这样尊敬长辈的？赶紧给你杨奶奶道歉！我给谁都不会道歉，你们一家三口好好过你们的日子吧，我的事情不用你们管。说完这句话，厉谨慎转身走出了老宅。厉谨慎和老爷子起了争执之后，不仅没有阻碍到他和舒然的感情，反而让他们之间的感情进一步发展。这也让厉老爷子对厉谨慎彻底失望了，将自己手中的股份都给了小儿子厉行。于是厉家又乱了起来。你说原剧情中男主受伤回去后跟小叔的争斗没有这么久啊，怎么现在变成持续战了？这很好理解，原剧情中男主没有被送去医院，和舒然朝夕相处了10多天，早就确定了心意，所以男主可以回去专心致志的争权，而且他跟厉老爷子也没有闹翻，可能还多分了一些股份呢。加上男主还有其外家相助，自然顺利的多。逗吧，看戏不怕抬高。前世原主的车祸发生的那么巧，我可不认为是因为原主倒霉，不是厉谨慎，就是宋书义出的手。这一世一个都别想逃。宋书义要回国了吧？是的，明天回国。我有些期待了，场面会闹成什么样子？刚回到家的宋书义就得知了厉谨慎和舒然的事。爸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我非厉谨慎不嫁。书义啊，我瞧那厉家小子未必斗得过他小叔，而且又跟那个女人混在一起，这是聪明人会干的事吗？爸可以给你介绍几个青年才俊，比那小子强多了。我不要其他人，其他人哪里有谨慎哥哥好？爸，你不是最疼我了？你快帮我想想办法。
我说老头子，我们女儿最懂事了，从来没求过什么，这么一点要求你就帮帮她吗？再说，现在厉谨慎不是在跟厉行斗吗？只要不是傻子就知道该怎么选择，那个舒然可帮不了他。行吧，我约厉谨慎谈谈。爸，你现在就打电话。行，都听你的。宋父不觉得厉谨慎会为了舒然而放弃自己的帮助以及这庞大的家业，很快两人就约定了时间地点。感谢伯父愿意伸出援手。谨慎啊，伯父是个生意人，做生意嘛，讲究的是有来有往，我帮你是有条件的。伯父，请说。你也知道，舒毅从小就仰慕你，如果我们两家结亲，伯父出手帮你，也就名正言顺了。毕竟你跟厉行的斗争算是你们的家事，我们宋家掺和也需要个理由，不是？谨慎，伯母也算是看着你和舒毅长大的，也算知根知底。我看结婚还是得找家世好的，帮得上忙的，对吧？这婆娘真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啊！当着她的面贬低舒然，不是打她的脸吗？谨慎啊，你伯母也是担心你，咱们也都是为了孩子好。你也知道我家就这么个女儿，以后家业都是要交到她手上，总得给她找个可靠的人啊。宋父的话语重心长，让厉谨慎心中的不快又压了下去。伯父、伯母，其他条件都可以商量，这件事恐怕……谨慎，你不必急着做决定，回去后好好想想。咱们先吃饭。不管怎样，我与你父亲也有几分交情，在项目合作上，我会优先考虑你的。谨慎与宋家谈的怎么样？两人是1个月前搬到一起生活的，厉谨慎也十分享受，可今天他却莫名的觉得有些烦躁。没谈好，我先去洗澡了。厉谨慎突然不想要与舒然多聊生意上的事，跟他说那些又有什么用呢？除了安慰我和掉眼泪之外，他还能干什么？既不能出主意，也没办法提供资金。厉谨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已经有些偏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厉谨慎整天被自己的小叔打压。谨慎，你回来了，我让阿姨去把菜热热。我自己来就行。谨慎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生意上有什么困难？有困难又怎么样？你还能帮我解决不成？厉谨慎前所未有的烦躁，这一刻他突然觉得宋母说的有些道理。舒然这女人锦上添花可以，但真要在低谷的时候，就是一无是处，还整天哭哭啼啼的，让人心烦。我去书房处理邮件了。宿主，出大事了，男女主分手了。分手了。长生第一反应是赶紧将舒然的 QQ、微信、电话号码都给拉黑。对了，还有支付账号、游戏账号也统统删掉。做完一切之后，他才缓了一口气。这下安心了。宿主，你是不是傻？人家可知道你住呢，公司在哪？你这样有个屁用！切，我就是要让女主知道我的态度。作为一个有自己骄傲的女主，怎么会在这种情况下还打扰我呢？话说，男女主为什么分手啊？男主被他小叔逼得很了，要借用宋家的势力。原来如此。宿主，现在就该你这个温柔男配出手拯救女主于水火之中了。想得美，温柔男配早就死了。舒然要是有点自尊，就不会在所有联系方式都被拉黑的情况下还来找我。穿越称霸总文里，一个工具人男配达成了整个世界只有自己受伤的程度，奉献出的一切只是成就了男女主及女配之间的爱恨纠葛。长生听完男女主分手的消息十分开心，特意提前下了班，结果到自己楼下却看到了舒然。长生，你怎么把我联系方式都拉黑了？年轻人，小情侣相处闹矛盾很正常，可不能就直接拉黑啊！想当年呢，她不是我女朋友。长生，停！舒然，你能说清楚吗？京城谁不知道你是厉谨慎的女朋友啊？你在这哭哭啼啼干什么？搞得我像是个渣男，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长生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可是你是个男人，就不能帮帮我吗？舒然，你搞清楚，我是男人没错，但是个跟你毫无关系的男人，我又不是你对象，也不是你爸，凭啥遇到麻烦事就找我啊？一旁的大妈也看不下去了。小姑娘，不是我说你，这人有头债有主，你有对象了，人家想要保持距离很正常吗？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。见到舒然晕倒，长生转身想走，却被保安拦住了。小伙子，怎么说那姑娘也是你的熟人，现在晕倒在这里，你得处理，我可没钱送人去医院啊。保安大叔心里苦，本来看女孩可怜，想着帮着说几句话，结果却成了这样。没办法，长生只有开车将舒然送到医院。医生，她情况怎么样？小伙子，你女朋友怀孕2个多月了，不能受刺激，知不知道？女医生一脸鄙夷地说道。长生也懒得解释了，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女医生眼中的鄙视之色更浓了。孕妇情绪有些激动，打了镇定剂，现在睡着了。拿着单子去签字缴费。字我不能随便签，我先联系下女方父母吧。结果又吃了女医生几记眼刀子。好在长生脸皮子也不薄，只是自顾自拨通了叔父的电话。叔伯父，我是长生。哦，长生啊，怎么想到给你叔伯父打电话了？是不是然然又惹你生气了？他不懂事，你别放心上，我打电话教育他。叔父叔母都是教师，他们也是看着长生长大的，对这个懂事又特别照顾自家女儿的男孩印象很好。
伯父伯母，舒然没有事，就是怀孕了，刚才又受了点刺激，现在在警市第一医院呢，你们过来看看吧。什么？怀孕了？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这件事你告诉你爸妈了吗？伯父，舒然男朋友是厉景慎，就是景城厉家的大少爷，他们刚刚分手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她怀孕的事，所以赶紧联系了你们。话筒里传来手机掉落在地板上的声音，显然舒府被这个消息震惊得够呛。哦，那麻烦长生你先守一会儿，我跟你伯母马上过来。老头子，怎么办呢？景城厉家他们当然也听说过，在他们眼中，那些有钱人的少爷有什么好的？玩弄女人后抛弃是再正常不过了。简单收拾一下，赶紧过去吧。叔父叔母风尘仆仆地赶到第一医院。伯父伯母，舒然睡着了。叔父叔母都有些尴尬，本以为这个知根知底的男孩子会成为自家女婿，没想到世事异变。好在人家还是讲究情的，这种情况下还愿意来医院照顾帮忙。长生辛苦你了，舒然这孩子太不省心了。说着掏出自己带的小零食就往长生口袋里塞。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么晚还耽误你，这些都是你们小时候最爱吃的。谢谢伯父，这是缴费单，记得去交钱，我公司事忙就不守着了。长生走了之后，叔父看着收款单子，忍不住叹道：终究还是生分了。宿主，你这操作棒棒的。这有什么棒的？有问题找爸妈，那是人类的基本操作。你个小童子不懂人类。长生也搞不懂，为什么女主有事情就喜欢找男配。这下好了，他爸妈来了，有事找爸妈，我真是个好人啊。舒然醒来肯定会很惊喜吧。医院里的舒然醒来，看到一脸严肃的父母，没有感受到惊喜，反而被吓到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叔父叔母见女儿仍然是天真烂漫的样子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只是目光沉郁地看着她。爸妈，你们别这样看着我害怕。冉冉，你跟长生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闹矛盾了？没有闹矛盾，他就是生我的气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我们怎么能不来？叔母见女儿懵懵懂懂，更加相信她是被那个厉家的渣男给骗了，心中难受，眼泪也就忍不住往下掉。难道自己查出了什么绝症？爸妈，你们别吓我，我没给什么绝症吧？长生呢？你们喊他过来。你这孩子，你没得病，就是怀孕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怀孕了。这消息无疑是一个炸雷在耳畔炸响，这才分手2天，竟然就查出怀孕了。哭什么哭？你都怀孕了，当然要找厉家那小子负责。不能找他。爸，你怎么知道他姓厉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你好好休息，等明天爸爸就去厉家好好问问他们是怎么教养孩子的。爸，你不能找谨慎，他也是没办法，他要和别人订婚了。什么？那小子还敢和别人订婚？老叔，你给长生打个电话，让他带我们去厉家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家庭，这么无耻。见到自家爸掏出手机就要打电话，舒然赶紧制止。爸，我说了不能找谨慎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怀孕的事，谨慎也没办法，他跟他小叔争夺家产，需要女方家里帮助，我家又帮不上忙。我们是想帮你出气，你还怪上父母没用了。老叔，你别急，女儿的事慢慢商量。良久，叔父才叹了一口气。那你说这个孩子怎么办？要不我悄悄生下来吧？什么？我就是跟你们商量吗？这孩子不能留，你的未来不能被这个孩子耽误了。叔父声音严厉，不容辩驳。舒然心中却不以为然，但此时面对严厉的父母，他也不敢说什么，只得点头称是。于是叔父叔母打电话给单位请了假，准备让女儿就在市里做完手术，再一起回去养养身子。穿越称霸总文里，一个工具人男配达成了整个世界只有自己受伤的成就，奉献出的一切只是成就了男女主及女配之间的爱恨纠葛。长生本以为后面没自己啥事了，结果却又接到了叔父的电话。长生啊，冉冉跑了，我们本来准备带他打掉孩子重新开始生活的，没想到他居然跑了。这是变成带球跑剧本了吗？长生，你办法多，能不能帮我们找找冉冉？伯父，您放心，您既然开口了，这个忙我肯定帮，我先想想办法。给女主添堵的事可要多做，可是怎么帮呢？人家自主离开，报警肯定不能受理。有了，于是长生给叔父叔母联系了几家媒体，给他们录了一个寻女视频发到网上。视频一发到网上，很多老同学都在帮忙找舒然，这让舒然也躲不住了。很快，叔父就接到了女儿的电话。爸，你们为什么要把事发到网上啊？我现在都社死了，你叫我以后还怎么过日子啊？你还有脸问为什么？你怀着孕不辞而别，你想过爸妈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妈这几天天天哭，一宿一宿的睡不着。父亲的质问让舒然哑口无言，他确实只想到保护肚子里的孩子，没有顾及到父母的感受。很快舒然便被叔父叔母接了回家。厉景慎也看到了网上的视频，舒然竟然怀孕了，而且还想生下来，怎么办？若是舒然一心要生下孩子，最后他爸妈也会妥协吧？这可不行，看来还是得去找他一趟。舒然没想到厉景慎知道她怀孕后，约她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让她赶紧打掉孩子。景慎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
就算你们都不喜欢他，不要他，可我是孩子的妈妈，我不忍心看着他还没见到这个美好的世界就要消失。然然，我们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喜欢？只是现在确实不是要孩子的好时机。我的情况你也知道，例行步步紧逼。若是我失去了力士，到时候我们怎么抚养孩子呢？现在养好孩子可不比以前了。我不需要你养他，我可以上班赚钱，我的孩子我自己养。然然，你再等一等，等我拿到力士之后，我再娶你。那时候别说一个孩子，我们生一窝足球队都可以。厉景慎说了很多，但宗旨只有一个，这孩子必须打掉。我知道我家世不好，帮不了你的忙，我也让你为了事业娶那个女人了。可你现在为什么连我肚子里的孩子都不放过呢？看着舒然泪眼婆娑的样子，厉景慎只觉得烦躁。平时乖巧懂事的女人，怎么在孩子上就这么执拗呢？还有她怀孕了，居然不第一时间告诉我。舒然的青梅竹马也在锦城。舒然，这孩子真是我的吗？厉景慎，你不是人，你。等舒然醒来后，发现自己人在医院，还听到厉景慎打电话让人尽快安排人流手术。舒然眼泪不争气的又流了下来。宝宝，爸爸太坏了，妈妈会保护你的，我们一起走好不好？于是舒然偷偷溜出了医院。长生从系统那得知消息后笑。所以说现在剧情已经完全跑偏，男女主反而为了孩子出现了分歧，真是坎坷呐。像原剧情中男主多顺利呀，泡妞赚钱两不误，如今真是一步乱步步乱呐。嘿嘿，宿主你先别乐，猜猜舒然从医院跑了之后会去哪里？误草，应该也许大概不会还来找我吧。嘿嘿，如你所想，他已经到你家楼下了。那没事，我特么在公司呢，这几天就不回去了。系统只是笑而不语。没过几分钟，电话响了，是物业打来的。李先生，我是物业的，这边有一位您的女性朋友来找您，她身体还有些不舒服，我们安排她到休息室休息了。您看您要不要尽快回来一趟？你让她接电话。那位女士已经睡着了，她怀着孕呢，您看要不您回来再跟她细说。挂了电话，长生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。下班后，长生也没有去物业，而是回了自己家。结果舒然正在他家门口等着呢。长生哥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我等你半天了。楼下咖啡厅说吧。长生带着舒然走到咖啡厅，并且将咖啡店的地址发给了厉景慎，让他赶紧来接人。长生，你为什么要拉黑我联系方式？我们就不能回到以前吗？舒然，你都怀了别人的孩子，你跟我说回到从前。长生，你怎么那么封建？大清早就完了，孩子在我肚子里，就是我的孩子，跟别人没关系。那跟我也没关系啊。我没有要你养，我自己可以工作，我可以自己养孩子。那你等我半天是为了跟我再次分享你怀孕的喜悦吗？长生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可是你不用这么阴阳怪气，我想在你家借住一段时间，可以吗？抱歉，不行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？你以前说过要照顾我一辈子的。以前你是单身，咱俩关系也好，如今你谈了对象，还有了孩子，我再照顾你成什么样子了？再说你都要独自抚养孩子了，你可以租个房子，你不愿意租房的话，可以去找厉景慎吗？见到厉景慎进门，长生也站了起来。厉先生，舒小姐正在气头上，我可哄不好，你来了就交给你了，好好沟通，不要任性。长生，我不要跟他在一起，救我！舒然想跟上长生的脚步，却被厉景慎拦住。然然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你怀了孕，不然我们也不会分手。对不起，我们一起回去解决问题好吗？不管有什么情况，我们都一起面对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跟我回去吧，我们一起把问题解决了。舒然被厉景慎的话打动了，跟着他离开了咖啡馆。长生是在几天后得知舒然意外流产，好像是说误食了什么东西，不过他一点都不信。宿主，你是怀疑厉景慎？呵呵，不是厉景慎就是宋书义了，绝对就是他俩中的一人。舒然虽然有些马大哈，但对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确实无比在意的。要说会误食东西，我是不信，不过这也不关我的事。长生继续忙着自己的事，穿越称霸总文里一个工具人男配，达成了整个世界只有自己受伤的成就，奉献出的一切只是成就了男女主及女配之间的爱恨纠葛。医院里醒来的舒然只感觉到下身湿润疼痛。护士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舒小姐，你误食了东西，导致孩子流产了，是厉先生送你来医院的。流产？孩子？舒然有些懵了，他明明在参加全球全息技术大会的路上出了车祸，怎么睁开眼睛就到了医院？护士，今天是什么日期？护士顺口说了个日期，脸上也有些疑惑。舒小姐，您只是昏迷了一天而已，不至于时间都忘记了吧？嗨，我头有点昏，不过没事了，谢谢你。在得知确切日期后，舒然心中狂喜，
我没有死，而是回到了10年前。上一世我是游戏公司总裁，身价100亿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抓住前世的机遇，创造更大的奇迹。还有谨慎，上一世自己到35岁才接受他的爱，这一世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一定要抓住机会。想着想着，舒然嘴里不由得发出嘿嘿的笑声。这时厉谨慎和宋书义走了进来，两人脸上都有些怪异。谨慎，书义。舒然的声音透着惊喜，上一世他与宋书义已经化敌为友，这会儿见到2个故人，欣喜不已。感受到舒然的友好，厉谨慎小心翼翼地看着舒然，试探地问：然然，你是不是也回来了？也，你们也是？两人重重地点点头。随后几人凑在一起，仔细整理了这一世的情况，才发现这一世竟然与上一世有很大的不同。我这一世怎么还在和厉行斗啊？惨了，我们回来的早了，我这会儿不会已经得了肾病了吧？呵呵，我意外流产是你们出手的吧？舒然整理了这一世的记忆，才知道自己竟然已经怀孕，而且刚刚意外流产。毕竟活了2世，综合一下信息，大概就猜到了。然然，现在纠结这个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们从未来过来，以前的事哪能算到我们头上？对，我觉得我们可能是穿越到了平行世界的这几个人身上，他们之前的纠葛跟我们没啥关系。我们上一世关系多好啊，怎么会这样害你？平行世界嘛，倒也不是不可能。然然，书义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，怎样才能过上上一世的日子？毕竟这一世变化也太大了，而且还是不好的变化。对哦，舒然和宋书义也反应了过来。这一世的路一开始就歪了，上一世几人都是锦城数得上名号的大人物，这一世虽然年轻了10几岁，但却还是身处微末。上一世的自己查出了肾病，是靠李长生的肾才活下来的，这一世要怎么办？上一世我的财富地位主要来源于长生的游戏公司，而这一世长生对自己的态度完全不同了，自己真的还能继承游戏公司吗？上一世李长生的车祸是不是你们？听到舒然的话，厉谨慎脸色一变，还纠结上一世做什么？他的死，你们不都是受益者吗？可是那是犯法的。对呀。那这一世我做一个守法好市民好不好？听到这话，宋书义和舒然两人瞬间哑了。反正还有时间，大家都好好想想这一世要怎么过吧。等你们都想好了再聚。长生从系统那里得知3人重生之后，冷笑不已。果然那一场车祸没有那么简单，看他们的样子，是还准备给我来一场车祸啊？那我就先下手了。于是厉行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全是厉谨慎与宋氏合作项目的具体信息，其中还有厉谨慎勾结其他供应商给自己项目挖坑的信息。想不到那小子还有些能量，手能伸到那么长，这些要是被他做成了，还真是个麻烦。阿轩，你去调查下光明路项目、天颂项目以及宋氏的最近动向，越详细越好。顺便调查下这个邮件地址的 IP， 看是从哪里来的。没过几天，一大堆资料就送到了厉行手里。厉总，您提及的那些项目确实有些问题，具体都在文件里面标注了。关于宋氏和厉谨慎的动向，他们都很低调，我们也只是找到了一些项目合作讯息。另外，您提供的 IP 地址显示是国外的一个乡村网咖，无法确定到具体的人。假 IP 吗？算了，只要提供的信息是真的就行。厉行很快就展开了行动，项目该停的停，有问题的解决问题，并且利用手上的信息对厉谨慎重视的项目进行精准狙击。厉谨慎的日子更加难过了。厉行，真有你的！是不是那小子又给你打电话了？书义啊，你真的不想嫁给厉家那小子了？宋父感觉到了女儿的变化，以前3句话不离厉谨慎，还不允许任何人说他坏话，如今却像是突然长大了，甚至还说什么厉谨慎和舒然才是天生一对。真的，爸，我看开了，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坟墓。厉谨慎不爱我，我又何必眼巴巴凑上去？宋书义知道厉谨慎找自己是为了什么，可明明知道自己到最后也没有机会，又何必掏心掏肺的献上一切呢？至于自己的肾源，厉谨慎都说这一世要做个好人了，还能指望他吗？电话这头的厉谨慎满脸不耐烦地听着手机铃声响了很久。靠，真是势利眼！还好上一世选择了舒然，还有厉行，真以为我拿你没有办法吗？人若是死了，再多的钱，再大的势力都没有用。旭荣，你让人帮我换个手机。没过几天，长生就收到厉行出车祸的消息。所以厉行是假装双腿断了，住进了医院吗？是啊，宿主，咱要不要把厉谨慎害人的证据发给厉行啊？他肯定会拼命报复的。不用，这很明显，厉行自己猜得到，也查得出，等着看好戏吧。穿越称霸总文里，一个工具人男配达成了整个世界只有自己受伤的程度，奉献出的一切只是成就了男女主及女配之间的爱恨纠葛。行儿，你的腿车祸吗？爸，你不会相信真的是意外吧？厉行声音气血，从身边的文件袋里拿出一叠材料，恨声道：
他这是想要我命。厉老爷子哆嗦着手开始翻看。爸，您从小教我们要争，您自己也是争过来的，可不能因为那小子是大哥的唯一骨血就不忍心啊。反正我跟他现在已经势同水火，根本没有和解的可能了。厉行声音中带着控诉，他是不明白，老头子以前也是心狠手辣的人，到老了反而想要一家人和和睦睦的。再说，厉家也经不起继续争斗了，现在股票连跌，投资者信心十分不足，长此以往。可他毕竟是你大哥的儿子，厉家唯一的孙辈。老爷子，你喜欢孙子，我以后多生几个就是了。要给你大哥留个后。行吧，老爷子要给大哥留后，那就留着吧。如果坐牢也算是留后的话。厉景慎是在会议中被捕的，见到警察的那一刻，他还有些茫然。各位警官，我是守法公民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对呀，我的当事人向来遵纪守法，我们有权知道原因。遵纪守法。厉景慎涉嫌买凶杀人，我们有逮捕令，任何人都不得干涉执法。买凶杀人，厉景慎脑子里立刻反应过来，厉行一定是他，只是自己明明已经做得很干净了，他怎么会有理由报警？厉景慎不知道的是，厉行一直都盯着他的动向，第一时间也就怀疑到了他的头上，顺着结果找线索，很快就找到了他的罪证。没多久，判决结果就出来，厉景慎杀人未遂，被判5年有期徒刑。厉景慎有人探监。来到接见室，厉景慎第一眼就看到了舒然。然，谨慎。舒然也是百感交集。那次谈话结束后，他换了号码想要联系长生，结果人家一听到他的声音就挂了他的电话，这也是把他气得很了，想等着厉景慎行动后再捡现成的，结果却等来了厉景慎杀人未遂被判刑的消息。谨慎，你受苦了。然，是我大意了，不该那么冲动。其实我们知道未来走向，根本不需要那么着急。你放心，我只判了5年，你到时候帮我活动活动，争取提前出来，到时候利是肯定还是我的。可我也没有钱去活动啊。我手上倒是还有一些固定资产。说到这里，厉景慎停住了，他也不确认眼前的人还可不可以信任。然，不如我们结婚吧，结婚后我手上的东西你更方便打理，不然我还要各种授权找律师，非常麻烦。结婚？然，我们本来就是夫妻，一起回到现在也不过是补一个手续而已，而且现在也只有你能帮我了，我只相信你。舒然想了想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于是点了点头。厉景慎心中着急，动作也快，当即打了申请。到晚上舒然探监回去的时候，手中已经拿着一个红本本了。舒然拿到钱后，直接搬进了大别墅，衣着用度也对标上1式来买。结果想起为厉景慎打点的时候，手上的现金已经被他用的差不多了，于是他再次探监，带好各种材料让厉景慎签字。不是手上还有几百万现金吗？怎么还不够？谨慎，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厉行哪能让你这么容易出去？他百般作梗，其中艰难你不知道。若不是担心你在这里受苦，我都想搬到其他城市生活了。厉景慎虽然心中怀疑，可没有外界的资讯，就是个睁眼瞎，只能签字卖掉了一些股份。之后每隔一段时间，舒然就来一次，零零碎碎又卖了4、5次股票，终于减到了1年。就不能一股脑全减了吗？厉景慎烦躁至极，里面不知道怎么的，总有些犯人找他的茬，甚至前段时间还有个老大想要侵犯他，拼死反抗才保住了男人的尊严。真没法减了，老公，你再忍忍吧。我还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，你也知道李长生那个游戏公司以后会有多火，现在他肯定不会死了，咱们不如把剩下的股票全卖了，投资他的公司。厉景慎陷入沉思。这李长生的游戏公司赚钱能力比厉氏只强不弱，而且就凭厉行的能力，厉氏在他手中被玩垮了也说不定，到时候股份就一文不值了。卖吧，尽快卖。于是舒然就在一次商业晚宴上逮住了长生。李总，今天我们不谈旧情，只谈生意。舒然也是怕了，前面他每次要谈以前的事，长生就黑着脸立马离开，所以这一次直奔主题。不知道厉夫人是有什么生意要谈？苏小姐，我是想与创世游戏谈投资的事情，莫非苏小姐还能做主不成？苏小姐是我们公司的第1大股东，她当然有决策参与权的。你们公司不是 AB 股权结构吗？看来厉夫人很关注我们公司，您说的不错，我们公司是 AB 股权结构，不过 B 股早就不是我和几位创始者独有了，目前苏小姐2种股权占比都很高。舒然突然有了不想投资的冲动，不过很快被他压了下去。我有一笔钱想要投资贵公司，你们准备好合同还有股份，我要有投票权的。抱歉，厉夫人，我们公司目前并不需要投资。对呀，公司目前资金还比较宽裕，确实不需要引入资金，况且即便需要，我也可以继续追加啊。舒然见两人一唱一和，只觉得心里堵得慌。既然两位无意合作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想不到你这小青梅还有几分气场。呵呵，人家前世可是霸道总裁呢，能没几分气场吗？我倒是觉得苏小姐温柔而又坚定的气场更加宜人。还没等苏韵反应，长生赶紧转移了话题。
过几天的发布会，还请苏董多多费心。这是自然，你放心吧。